坐在院子里，是不是特别舒服？这边还有一棵参天大树。来，跟小姐姐一人一份李林克的肋排。好了，我们李林克的小馆复刻烤肋排来喽！看上面满满的酱汁儿，然后还撒了一些调味料，应该是有黑胡椒啊、罗勒叶什么的。这一块是4条，非常软嫩啊！看看这个酱汁儿，非常的鲜亮。哇，坐在院子里吃这么一顿饭，真的是太舒服了。看看李林克在我的后面，你们有看这个动画片吗？非常治愈，特别下饭。对，这肋排不错，你快尝尝。它这个酱汁是有一点甜的，是刷了蜂蜜。这个肉非常的软嫩紧实，可以直接啃成这样的骨头。上面的这块是脆骨。可以尝出咯吱咯吱的感觉，因为这个在餐厅的菜单上面是没有的，你记得需要跟服务员要哦。这个是李林克的小馆同款复刻的猪肋排。这块特别适合下午谈事儿啊，然后喝个下午茶，然后坐在小院里吃个午餐或者晚餐，非常舒服。今天北京稍微有点刮风，但是吹得很舒服。前几天真的是太热了。旁边还搭配了薯条，还有几个玉米片，还可以把那个肋排给托起来。李林克小馆的第1集讲的就是猪肋排，然后它那里也搭配了薯条，感觉薯条真的是万能配。搭配了2根芦笋，另外他们家还有几个比较特色的早午餐，我们一起来尝尝。早午餐怎么能缺得了班尼迪克蛋呢？糖心儿的这种哦，这个下面是垫了一个烤吐司，然后还抹了一些牛油果酱，短短的。这个蛋好嫩啊，呼之欲出的感觉。它下面的牛果酱很香，然后非常的细腻，另外还搭配了这个烤培根。那是不是有点尴尬？因为我还带俩生日，谁算了？别隔壁的桌吧，过来进个。外皮煎的有一些焦脆，然后自身会带一些咸味儿。感觉培根也特别的万能，旁边还有一些蔬菜，这一盘是营养丰富。搭配了半根烤肠，你看表皮煎的焦焦的。班尼迪克蛋真的太好吃了，我一直以为其实就是整房子的，没想到它开饭馆，而且馆子还不赖，环境也好，这样是个4合院，前面还有一些树啊什么的。楼上也有露台，这个应该是一个番茄的豆子。它豆已经灭了哎，它看起来还是整颗的，但你到嘴里它就会化成面，有点像那个豌杂面的那个豌豆的那个，仅保留了外形，但是一咬开全化了。哎，吃蔬菜。来尝这个胡同鸭饼，这有点像那种薄饼啊，然后中间应该是鸭子馅儿的。
它这个馅料中间是比较瘦的那种鸭肉，然后应该是把它切的比较碎一些。卷皮很筋道，能嚼出面香，中间那个鸭肉的纤维在你的嘴里。这个菜有点中西合璧的做法。你可以把它叠起来吃，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中间还有那个汁水。这个也不错，主要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这种馅饼类的东西。旁边这个沙拉酱是有一点黄芥末的香味儿，但是没有那么冲。然后还有一个炸鸡意面，这个是最后上，还有这个是苹果烤春鸡，这个鸡肉烤的颜色鲜亮，这个是大鸡腿儿，这真的是一整只鸡油，耶！哇！它外面是薄薄的那层皮，鸡皮很脆，而且鸡很嫩，你感觉偏瘦一些，皮很薄哦。搭配了一个辣椒粉，喜欢吃辣的可以蘸着吃。烤得很脱骨。如果你们是一个人来的话，可以打开李林克的小馆，然后坐在这个小院子里面吹着小风，来一顿早午餐或者下午茶，真的非常舒服。要了点一个同款复刻猪肋排哦，要给你个克。哦，这是烤苹果，它烤到表皮有点微微抽抽的状态，你咬下去还是脆的。既有水果的那个清香，又有烘烤过的那个香味儿。胡萝卜。其实鸡肉的做法，烤鸡还是好好吃啊。我们经常在路边买那种奥尔良烤鸡，超市里面也有。那个酱就比较寻常，就都差不多一个味儿，就是奥尔良味儿。外面会给你糊很厚的一层酱嘛。这个它其实是偏向，其实它这个烤鸡偏向就是没有过多的那种厚重的味道去盖住它本身的味道，它是有一点苹果的清香，然后有那个本身腌制会有一点点咸味儿。旁边会搭配蔬菜，营养均衡。我喜欢这块鸡皮。好，就我们来尝这个炸鸡意面，上面是配了几个炸鸡块，然后下面这个意面呢它是那种番茄口的那种。然后这个酱很浓郁，还能尝到一些番茄颗粒。尝一块炸鸡，块还是挺大的。哦，它这个偏向是那种韩式甜辣酱，皮很脆，中间肉夹的也很硬，炸鸡跟意面配起来还是挺特别的。好吃的最抚慰人心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我反正是生气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和开心的、快乐的时候，都喜欢吃点好吃的。这样可以让不高兴变成高兴，让高兴变成 double 高兴。有机会可以真的试试一下那个李林克的复刻猪排，这样你会有一种就是追星成功的感觉，就是吃到动画片里面的同款，而且这个是官方联名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下午茶，正好现在已经是刚刚下午。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很精致哦。它是一个9宫格的搭配，你看中间这个是杏仁豆腐，做成这种石狮子的样子，这个应该是驴打滚儿，这个有点像爱窝窝啊。这个是一个虾片，然后中间是一个大块的贝肉，看。这个非常像樱桃的这个东西，它是鹅肝做的，上头这不会是个香菜杆吧？这个应该就是豌豆黄，中间应该是金糕，还有一个开花的白酥皮儿，然后旁边还搭配了一个新鲜的水果，上头还挂了一个小葫芦啊。这边是一个坚果，里面有开心果，有巴旦木，还有核桃。10年的老白茶，来干吧，耶！哦，非常的香醇。年纪大了，越来越喜欢喝茶了。这个贝肉感觉好大，下午茶真的要吃这么硬吗？这个好吃，虾片很酥，上面的那个贝肉非常的鲜，就是它是很肉头感，然后你吃起来呢是那种又脆又肉头又软又滑的感觉。来尝尝这个了吧，觉得他们家的下午茶做的都很精致。这是抹茶味儿的吗？你这个皮好软哦，像芸豆糕，抹茶芸豆糕。我开始还以为外面是那种，就是老式点心的那种，像山楂锅盔那种皮儿，哦不是，然后入口是那种绵绵滑滑的，特别细腻。这个应该也是一样的皮儿吧？猜这是什么馅儿？豆沙。它这个是颗粒的红豆馅儿，那这个好吃。芸豆糕真的很神奇，它就是把豆子能做成皮儿。然后这驴打滚儿，这个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爱窝窝，但它更有点像那种干吃汤圆。然后这个豌豆黄做成夹心饼干的状况。他们家的芸豆糕让我很惊喜，把芸豆糕和就是中式的那种饽饽结合起来，这个看起来就很酥，长得像一朵荷花。对，它这个千层酥开的不错，中间是椰蓉馅儿，皮儿特别酥。没有枣泥的下午茶真的太让人身心愉悦了。啊，我知道你爱吃水果，你看这芒果切的好好看，好吃。来尝一下这个，据说是拿鹅肝做的。哦，中间很细腻哦，外面薄薄的一层，有点水果的那种冻冻感。来，最后让我们一起把它裂了。来，1、2、3。哎，好，演一半。底下是比较甜的桂花酱。然后这个整体来讲会很好玩，你可以随便去打它的头。今天我们探店的这家不是干房产的自如，这家是做饭馆的，很不错。整体来讲菜品比较精致，尤其是可以点到我喜欢看的李林克的小馆的动画片的复刻版本的猪排。喜欢看这个动画片的，或者是喜欢吃猪肋排的，都可以来尝尝。这个下午茶不错，很惊喜，可以尝到那个很好吃的芸豆糕那个皮儿的那个点心，然后还可以玩好玩的石狮子。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不高兴的时候一定要吃点好吃的，让自己高兴起来。如果高兴的时候呢，也可以吃点好吃的，让自己更高兴。